VRChat 的 Pico 一体机版已经正式上线了，上传视频只是个简短介绍。通过群友私信，我也发现不少人没有玩过 VRChat，那这期视频我就介绍简单好了。大家好，这是你们的游戏区 UP， 我是大鸽子。VRChat 与其说它是一个游戏，不如说它是一个平台，是由无数社区用爱发电支撑起的一个平台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游戏，可以工作，可以聊天，也可以进入睡觉。对于 Pico 的一体机版，国内玩家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用右下边的 Pico 登录按钮，那个是给海外系统用的。而且你用 Pico 登录是无法上传自己的模型和世界的。点下面注册之后到浏览器里，这里你其实可以在电脑操作。第一个是登录的用户名，别人看不到，下面填2位邮箱、2位密码。VRChat 没有实名认证，但我建议你还是如实填写你的生日，因为前不久官方推出了一个内容过滤系统，当然这个系统即使是成年也能用，只不过未成年是强制开启的。最下面有个人类验证，这个如果你不开加速器可能不显示。之后点创建账户，到邮箱里找到刚刚收到的激活邮件。之后登录到网页端，点左上角齿轮，在这里修改你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是别人能看到的。之后点你的名，旁边铅笔，在这里可以设置你的签名，下面是简介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添加你的各种站外链接。搜索栏可以搜索玩家和世界，我的 VRChat 的名字也是欧阳大鸽子，可以搜索之后点这个加我好友。网页端的功能目前你需要了解就只有这么多，接下来看游戏内的。现在右下角设置语言为简体中文，再点左下角的登录。相较上次登录 IP 差异较大的话，需要输入邮箱验证码，在一体机里输入完成后需要手动点下验证。之后进入的是教程世界，初始虚拟形象应该是随机的，如果你恰巧随机到没有手的模型，就平时直接操作吧，就当它有条射线，在这一步你是不能走的。这里是告诉你在 VRChat 里可以随时切换已被公开的模型，在 VRChat 中手势是通过手柄的触摸按键触发的，所有标准的 VR 手柄都支持触摸按键。之后是移动教程，可以选择用遥控模式或者用左手移动右手转视角的模式。再往前教程就结束了。这也是一堆传送门，正前方是默认的加世界，以后进入游戏加载的首个世界就是这个，当然这也是可以改的。接下来看菜单，在 PC 版可以加入 L-Test 内测获取完整的简体中文界面，一体机和安卓手机版目前还没有开这个内测，只有菜单提示的汉化。这里是一样的，我就用纯中文界面给你们做演示好了。我视频里就说明几个需要注意的点，具体的你们看菜单提示，这些都是中文的。在快捷菜单喇叭这里，上面是调节各种音量，可以设置麦克风降噪以及麦克风阈值。低于这条线的声音别人听不到。麦克风工作模式可以按需调整，当你设置为保持开启或保持关闭的时候，手柄的 X 键就不能用来控制麦克风了。这个耳罩功能也是很形象的，打开后红色以外的声音你听到会越来越小，灰色以外你听不见，也可以设置为指向型，这个功能在人很多很吵的环境里很实用。这些就不用我说太多了，咱简体中文翻译组把工具提示搞得很直白了。在快捷菜单的齿轮这里，第2项第1类打开后别人就能复制你的公开模型了。如果你不希望别人在未征得你同意的情况下复制，那就把它关掉吧。下一个选项是自动进入模型复制，进入下一个世界后就自动给你关了。聊天框设置可以改成让所有人都能看到，默认是只有好友能看到。这个就是之前的移动控制方式，可以在这里随时切。最下面打开，这样就能随时在快捷菜单上看到帧率和 pin 了。点右上角的按钮进入主菜单，再点右下方的锁头可以解锁主菜单的位置，对着主菜单按住抓握键就可以随时改变菜单位置了。还是在齿轮中，第2项顺序录这里根据你的需求决定要开还是关。第1项用于修改转视角的方式，第2项打开后就不能贴了。第3项打开后，当你打开系统菜单时就会播放挂机动画。安全设置里将第3项打开，这样一些具有播放器的世界就能正常使用了，不然你看不到视频。第3项图形设置这里可以修改镜子的清晰度，在一体机只有8G 内存的情况下，镜子非常吃资源。第4项模型设置，玻璃谷歌是 VRChat Avatar SDK 3.0 的重大更新，它可以让玩家之间进行更好互动，包括且不限于各种道具、裙子还有耳朵这类的。如果你不喜欢可以直接关掉，或者限制有谁可以动你。在一体机版本中能设置最大的限度就是 WirePo 和10兆的大小，不然大了也带不动。最下面 OSC 打开，这样就可以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玩具了。没错，史莱姆动捕也能直接在一体机里用，后面我单独做个教程。
倒数第二项无障碍设置里，触感反馈可以全打开，这样你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手柄都会有这种反馈。其他的设置和菜单功能，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下面的菜单提示，或者通过 Steam 下载 PC 版加入 L-Test 内测自行对照。一体机版授权性能无法加载 PC 上的世界模型，例如模型有这些限制。不过在支持双端的世界中 ，PC、VR 一体机、安卓版都能在一起玩。当然，在有电脑且性能够的情况下，我还是推荐大家玩 PC 版的。一体机版更适合只有 VR 没有高配置电脑的使用场景，又或者只是想聊个天或者连续睡个觉，可能根本没必要开电脑，而且还更省电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有帮助到你的话，欢迎点赞、投币、关注、转发。你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动力。我是欧阳大鸽子，我们VR Chat中见，拜拜。